我被堂弟绑定了分数永远比我高200分系统。堂弟平时不学习，分数总比我高200分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天才。我在高考中很努力才考了530分，堂弟却轻轻松松考了730分，成了省状元。我无意中听到奶奶和堂弟的说话，才知道这个系统。没想到我的努力成了他们的嫁衣，我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最终郁郁而亡。再睁眼，我看到了熟悉的书桌，墙上的日历显示，距离高考还有30天。赔钱货又在发什么呆？萧平的燕窝炖好了没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翻涌的恨意。上一世，直到死前那一刻，我才偷听到奶奶和萧平的对话，知道那个所谓的加分系统存在。奶奶，马上好。这一世，我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萧平忽然凑近我耳边，模拟考成绩出来了，我652，你452，正好比你高200分，蠢猪！他故意把200咬得很重。恭喜啊，你真厉害！我挤出一个笑容，萧平满意的哼了一声，大摇大摆的走了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一个计划在脑海中逐渐成型。既然系统会让萧平的分数永远比我高200分，那么如果我考到600分以上呢？高考总分只有750分，萧平要怎么比我高200分？我回到房间，翻开笔记本，在第一页写下2个数字：718和918。这是我要送给萧平和奶奶的惊喜。清晨5点，我悄悄起床，借着手机微弱的光亮复习。奶奶以为收走了我的台灯就能阻止我学习，可她不知道，重生带给我的不仅是记忆，还有刻骨铭心的恨意作为动力。这时，妈妈拿着好吃的突然推开了我的房门。萧凡，你在干什么？妈，我睡不着。快吃，别让你奶奶看见，妈知道你委屈。她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脸，我鼻子一酸。上一世，妈妈是唯一对我好的人。妈，你放心，这次一定会不一样。妈妈疑惑地看着我，我赶紧岔开话题。我去做早饭了。厨房里，我一边熬粥一边在脑海里回忆理综知识点。上一世我的理综只拿了180分，拖了后腿。这一世我要重点突破。赔钱货，粥都溢出来了。奶奶的拐杖重重敲在我背上，我手一抖，连忙关火。对不起，奶奶。整天心不在焉的，难怪学习那么差。萧平今天二模，你待会把他书包送到学校。好的，奶奶。这样的打骂，上一世我忍受了18年。我面无表情地走向萧平的房间，他的书包随意地扔在地上，名牌运动鞋东一只西一只。我蹲下身，装作整理书包，迅速翻看他的笔记本，几乎全新。这就是天才的真面目。你干什么？萧平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声音阴冷。奶奶让我给你送书包。他一把抢过书包，检查了一下，冷笑道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就凭你也配合我比？我低着头不说话。萧平突然掐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头。记住，你永远比我低200分，这是命。是啊，这是命。我的顺从让萧平满意的松手。距离高考还有25天，这场隐形战争才刚刚开始。3模成绩出来了，萧平682分，年级第一。教室里响起一片惊叹和掌声。萧平得意地站起来，假装谦虚地摆摆手。萧凡482分。班长念到我的名字时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怜悯。我平静地上台领试卷，这个分数是我精心计算过的，既不会引起怀疑，又不会太差而招来更多辱骂。啧，哥弟俩差距真大。听说是一个爹妈生的，怎么差这么多？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传入耳中，我面不改色地回到座位。放学后，我故意走得很慢，确保萧平能看到我在小树林里背书的样子。他果然上钩了。别装了，蠢猪！再怎么背也没用。我一定会考好的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不过提醒你，我这次高考估分720左右，你妈520顶天了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收起表演，鱼儿上钩了。回到家，奶奶已经听说了3模成绩，正坐在堂屋里等我。我们萧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萧平那么优秀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物弟弟？奶奶的骂声雨点般落在我身上。从今天起，不准再去学校，在家干活，等高考结束你就出去打工。奶奶，我要参加高考。参加什么高考？就你那点分数，还不够丢人现眼。老王家儿子现在在城里1个月4、5千呢，你也抓紧去补贴家用。妈，萧凡还小。闭嘴！养个赔钱货18年，不该收回点本。夜里，我翻开藏在床板下的真题集，开始默写作文模板。不能去学校正中我下怀，这样我就能全力准备高考，而不用担心平时成绩暴露实力。萧平整天不见人影，据说是在网吧放松。我利用这段时间，把上一世的高考题反复做了3遍。这天，奶奶突然找到我，萧凡，出来！我藏好复习资料，快步走出去。院子里站着个满脸褶子的中年男人，正是上一世拉我进场的王叔。老王，你放心，这小子虽然学习不行，但干活勤快。等高考结束，你就把他带到你们厂里去。奶奶，我能考上大学的。我这次模拟考有500多分。500分顶个屁用！萧平随便考都700多。那如果我能考600分以上，你就让我上大学好不好？就凭你，行啊！要是你能考600分，我就让你上大学；要是考不上，乖乖给我进厂打工。一言为定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如雷。这个赌约正中我下怀。上一世我拼命才考了530分，
这一试我有把握考到700分以上。哥，做什么美梦呢？还600分，你连500分都够呛。萧平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倚在门框上嘲讽道。我低着头不说话，表现得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。萧平凑近我耳边，压低声音：别挣扎了，有系统在，你永远比我低200分。想考600分，那我得考800分，可能吗？神，什么系统？我是说，这就是命，认命吧，蠢猪！他大笑着回了自己房间。我站在原地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萧平和奶奶还不知道，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即将反噬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他们震惊的表情了。高考当天，我找到自己的座位，深呼吸，平复心跳。这一世的高考和记忆中一模一样，连监考老师都是同一位。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走出考场。这场准备了2个月的复仇，终于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。考得怎么样？不会又考砸了吧？萧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脸上带着令人作呕的假笑。我故意露出沮丧的表情。题目太难了，我就知道，蠢猪永远是蠢猪。我已经和记者约好了，查分那天会来采访我这个准状元。奶奶让你也一起查分，让大家看看差距有多大。好啊，我很期待。萧平志得意满地走了，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掏出手机给李老师发了条短信：老师，我考得不错，应该能上600分。太好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老师都会帮你争取上大学的机会。我收起手机，这一次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中。高考查分这天，我家院子里挤满了人。萧平高调邀请了县电视台和报社记者，准备隆重宣布自己省状元的身份。奶奶穿着最体面的衣服，满脸红光地招呼着记者：这是我孙子萧平，从小就聪明，这次高考估分720多。这是我另一个孙子萧凡，也参加高考了，不过成绩嘛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高考状元萧平家中，即将见证查分时刻。萧平同学，能说说你现在的心情吗？很紧张，但我觉得发挥的不错，希望能为家乡争光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查分吧。萧平同学的弟弟也要一起查分吗？当然，让大家看看真正的天才和普通人的差距。记者有些尴尬，但还是把镜头对准了我的电脑。我平静地输入准考证号和密码，点击查询。语文138，数学145，英语142，理综293，总分718分，这已经是状元级别的分数了。现场一片哗然，奶奶的表情凝固了，萧平脸色瞬间煞白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弄错了。怎么会？我平时只能考500分左右的。观众朋友们，例外出现了，萧凡同学考了718分的高分，这很可能是今年的省状元。萧平同学，现在该你查分了，你估分720多，会不会比哥哥更高呢？萧平的手抖得像筛糠，终于他点击了查询，电脑屏幕突然闪了一下雪花，然后跳出一个惊人的数字：918分。918分，高考总分不是只有750吗？系统出版了吧？这也太假了！这明显是系统错误，快联系考试院。萧平面如死灰，奶奶则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我。我站在原地，脸上是恰到好处的震惊和困惑。奶奶，弟弟怎么考了918分啊？不是说高考满分只有750吗？奶奶的嘴唇颤抖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现场乱成一团，记者紧急联系了省考试院，工作人员表示会立即核查。不到1小时，初步核查结果出来了，萧平的真实成绩只有155分。155分，但系统为什么会显示918分？我们怀疑有人试图黑入系统修改分数，导致数据异常，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。萧凡同学，你平时成绩并不突出，这次是怎么考出718分的高分的？可能是因为这次没有人比我高200分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没有人比你高200分？我奶奶有个系统能让萧平的分数永远比我高200分，这次我考了718分，结果……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奶奶突然冲上来要打我，记者和摄像师连忙拦住她，场面彻底失控。但这一切都被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了下来。当天晚上，我和萧平的高考成绩对比图就上了热搜，而我萧凡曾经的赔钱货，如今成了全网同情的励志榜样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萧平和奶奶因为涉嫌高考舞弊被调查，那个神秘的系统始终没有找到，但他们承认了多年来在考试中作弊的事实。萧凡，妈对不起你，妈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妈妈抱着我痛哭。都过去了，妈。李老师帮我联系了媒体，曝光了奶奶的恶行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，我和妈妈终于搬出了那个噩梦般的家。开学前一天，我去派出所做了最后一次笔录。系统真的存在吗？谁知道呢？也许只是个巧合吧。在清华门口，我遇到了前来采访的记者。萧凡同学，作为逆袭的省状元，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我想告诉所有像我一样的同学，不要认命，不要放弃。命运或许不公，但我们可以亲手改写它。你恨你奶奶和堂弟吗？恨过，但现在我只感谢他们，让我更强大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妈妈发来的消息。萧凡，妈以你为荣。我微笑着收起手机，大步走向教学楼，在那里有属于我的崭新人生。同学，需要帮忙吗？谢谢，我自己可以。你是萧凡吧？我在新闻上见过你。
我叫唐三，是你对门寝室的，别紧张，在这儿没人会打扰你。需要我带路吗？我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。唐三一路上介绍着食堂、教学楼的位置，我默默记在心里，同时警惕地观察四周。到了，你的室友还没来，你可以先选床位。晚上有新生见面会，记得来哦。4人间宿舍干净明亮，就在我满心欢喜的想收拾衣服时，手机响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等着瞧！我的血液瞬间凝固，是萧平还是奶奶？我迅速截图保存，然后删除了短信。无论对方是谁，我都不怕。晚上7点，我准时出现在新生见面会现场。教室里坐满了朝气蓬勃的新同学，他们三三两两聊着天，笑声不断。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尽量不引人注意。见面会结束后，一个女生拦住了我。学生会学习部部长，你的经历很励志，有兴趣加入学习部吗？我考虑一下。别急着拒绝，学习部有很多资源和机会，特别适合你这样的特殊新生。谢谢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回到宿舍，我的室友们已经到了，看到我进来，立刻安静下来。你就是萧凡，没想到跟状元住一起。我点点头，默默走到自己的床位，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妈妈发来的消息。村里来记者采访了，你奶奶躲着不见人，萧平去深圳打工了。知道了。高等数学课上，教授正在黑板上推导一个复杂的公式，我盯着那一串串符号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重生带给我的高考记忆在大学课程面前毫无用处。周围同学频频点头，而我连教授在讲哪一章都跟不上。萧凡，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不会。省状元不会基础微积分。教室里响起几声窃笑，我的脸烧得通红。高考718分的光环在此刻显得如此讽刺。下课铃解救了我，我匆忙收拾书本，想赶紧逃离教室。萧同学，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办公室内，教授递给我一份试卷，这是入学摸底考卷，你做一下。2小时后，我交上了答卷。教授批改时眉头越皱越紧。你的基础太薄弱了，高考分数与实际能力严重不符。教授，我会努力的。希望如此。清华不是靠运气就能毕业的地方。走出办公室，我双腿发软。重生给了我改变高考命运的机会，但大学的路必须靠真才实学走完。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，每天除了上课，我就泡在这里，从最基础的教材补起，饿了啃面包，渴了喝自来水，直到闭馆才离开。这天刚出图书馆，就听到有人叫我。又见面了，小凡，你这样会累垮的，给你带了好吃的。我妈说沈状元太瘦了，要我照顾好你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看过你的采访，你很勇敢。周末我要去颐和园，一起吗？谢谢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我鼻子一酸。重生以来，我习惯了算计和防备，几乎忘了人与人之间还有纯粹的善意。回到宿舍，我的床位被人动过了，虽然东西摆放的看似一样，但我夹在教材里的一根头发不见了。今天有人来过我们宿舍吗？学生会来检查卫生。第二天，校园论坛上出现了一个热帖，揭秘省状元的真面目，高考作弊者的清华生活。帖子里是我的各种偷拍照，在课堂上答不出问题的窘态，在图书馆打瞌睡的丑态，甚至还有我宿舍床位的特写。帖子点击量迅速破万，评论区一片哗然，就知道他的分数有问题。听说他家背景很复杂，这种人也配在清华？我浑身发抖地关上网页，那个未知号码的短信又来了。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？这次我直接拨了过去，却被提示是空号。正当我不知所措时，唐三冲进宿舍。萧凡，我已经联系技术部查 IP 了，很快就能找到发帖人。晚上，辅导员找我谈话。萧凡，你的情况特殊，有人向学校举报说你的高考成绩可能有水分，你最近最好低调些。走出办公室，我收到学长的短信，查到 IP 了，是校外网吧，需要帮忙处理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微积分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我考了92分，全班第3，进步很大，萧同学。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，夹杂着几声不和谐的嘀咕。自从那个诽谤帖出现后，我在班里就成了争议人物。肯定是作弊，听说他高中就爱耍手段。我面不改色地接过试卷，这些闲言碎语比起奶奶的拐杖和萧平的羞辱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下课后，我径直去了图书馆，刚坐下，一个阴影笼罩了我的桌子。萧凡，谈谈。有事。你被孤立的感觉如何？别装清高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那个所谓的加分系统是真的，对吧？萧平是我表弟，他告诉我了一切。加入学习部，当我的助手，你的预知能力很有价值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么更多的丑闻会接踵而至。想想看，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学生，声称自己重生来解释高考成绩，谁会相信你呢？我站起身。林婉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考718分吗？因为我连死都不怕。而你不过是个仗势欺人的可怜虫。走出图书馆，我立刻给李老师发了消息，询问萧平是否有个在清华的表姐。很快回复来了，确实有，叫林婉婉，比你大2届，他父亲是省教育厅的官员。谜团解开了，林婉婉的父亲很可能与那个加分系统有关，而萧平在失败后找上了这个表哥继续对付我。
我不能再被动挨打了。第二天，我主动约见了辅导员，交上一份详实的材料，从林婉婉与萧平的关系证明，到校园诽谤帖的截图，以及那条威胁短信的记录。林婉婉学姐利用职权骚扰我，还散布谣言，我请求学校保护。辅导员震惊地翻看材料，这太严重了，我会立即上报。离开办公室，我去了计算机学院，找到技术部的一位学长，他是唐三的老乡。学长，能帮我查一个 IP 的详细地址吗？我怀疑发帖人跟最近几起女生宿舍失窃案有关，女生们都很害怕。2小时后，我拿到了结果，那个 IP 对应的网吧就在林婉婉常去的一家咖啡馆隔壁。晚上，校园论坛出现了一个新帖子，学生会干部林婉婉以权谋私，骚扰学生的证据汇总。帖子详细列出了林婉婉与萧平的关系，她如何策划诽谤我的聊天记录截图。帖子瞬间引爆全校，林婉婉的电话被打爆，学生会紧急召开会议。我没有出席第2天的听证会，而是去了派出所。警方很快立案，并联系学校调查。林婉婉被暂停学生会职务，接受调查。晚上，妈妈打来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萧凡，你奶奶被抓了。原来奶奶不甘心失败，去镇上找关系想报复我，结果被查出她多年前参与的一起高考舞弊案。警方顺藤摸瓜，牵出了省教育厅的一个腐败网络，其中就包括林婉婉的父亲。听说还牵扯到什么系统？萧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这是报应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宿舍窗前，那个神秘的加分系统终于随着林婉婉父亲的落网而浮出水面。虽然它的来源仍然是个谜，但至少它再也不能伤害我。手机震动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期末考试前的周末，我独自一人去了国家图书馆，不是为了复习，而是为了查找10年前的高考舞弊案报道。神秘加分系统曝光，数十名考生成绩异常，教育厅副厅长张某某被双规，涉嫌收受贿赂操纵高考成绩。继续往下翻，一则不起眼的短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舞弊案关键证人肖某某突发心脏病去世，案件部分证据链中断。我放大那张模糊的配图，虽然像素很低，但那佝偻的背影分明就是我奶奶，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原来奶奶与这个舞弊案早有牵连，而那个所谓的加分系统，很可能就是当年舞弊案的遗留产物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是李老师发来的消息：萧凡，萧平从深圳回来了，正在学校闹事，说你用邪术害他全家。我立刻收拾东西赶回学校，远远就看见教学楼前围了一群人，萧平站在中央，歇斯底里地喊着什么。萧凡他不是正常人，他能预知未来，他用了邪术才考了718分，我才是真正的状元。围观的学生有的偷笑，有的拿手机录像。萧平看起来落魄不堪，衣服皱巴巴的，完全没了当初那个天才少年的傲气。萧平，好久不见。贱人，你毁了奶奶，毁了我爸，现在连我表姐也不放过。这是我堂弟萧平，他因为高考舞弊被调查，精神受了刺激。他撒谎，他重生了，他从未来回来的。我走到萧平面前，用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说：918分的滋味如何？回到宿舍，我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请我协助调查林婉婉父亲和奶奶的案子。在派出所，我见到了负责此案的陈警官。肖同学，我们查到一些与你有关的情况。你奶奶和张副厅长是旧识，他们曾合作开发过一个能修改高考成绩的软件系统。这个系统10年前就应该被销毁，但你奶奶偷偷保留了一份，她用它来确保萧平永远比你优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奶奶这么恨我？因为你爷爷他当年是揭发舞弊案的关键证人，而你奶奶一直认为是你妈妈举报了你爷爷，导致他突发心脏病去世。你奶奶恨错了人，真正举报的其实是张副厅长，他为了自保出卖了你爷爷。走出派出所，手机响起，是唐三。萧凡，快看校内论坛。论坛首页飘着一个新帖子，关于林婉婉、萧平家族舞弊案的真相。来自警方内部消息，帖子详细披露了10年前那起舞弊案的来龙去脉，以及林婉婉如何利用父亲的关系在校园里横行霸道。发帖人是匿名的，但行文风格我很熟悉，是那个技术部的学长。看来正义感会传染。回到宿舍，我的3位室友齐刷刷站起来。萧凡，我们之前听了林婉婉的谣言，对你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我们请你吃饭，就当赔罪。好啊。回宿舍的路上，我们遇到了被学校开除的林婉婉，她拖着行李箱，脸色阴沉地走在雪地里，完全没了当初的意气风发。放假前一天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萧凡，我是陈警官，有个情况要告诉你，你奶奶在拘留所突发脑溢血，送医抢救了。严重吗？不太乐观，她一直喊着要见你。医院走廊惨白的灯光下，我见到了插满管子的奶奶。她看起来那么小，那么老，完全没了往日凶神恶煞的气势。萧凡，对不起。为什么现在才说对不起？系统坏了，是你爷爷，不是你妈。我知道了，是张副厅长搞的密。奶奶瞪大了眼睛，随即剧烈咳嗽起来。护士赶紧进来查看，示意我出去。站在病房外，透过玻璃窗，我看到奶奶的嘴唇还在蠕动，像是在说什么。第2天清晨，奶奶去世了。我办理了简单的手续，把遗体送回了老家。萧平没有出现，据说他去了南方打工。妈妈红着眼睛忙前忙后，而我站在一旁，
既不想哭，也不觉得解脱。坟前，我放下一束白菊，轻声道：“奶奶，下辈子别那么狠了。”